一点小伤而已，去什么医院啊？带着这种刀伤去医院的话，少不了被医生问东问西的，搞不好还会被报警处理。那我这个普通市民可就太难向警方解释了。放心，缝合伤口这种事很容易的，我自己就能做。那个，我现在要处理一下伤口。我的意思是，为了方便操作，我处理伤口前要脱掉上衣。当然不是，我怎么会介意这个？好，那等会儿就辛苦你喽。好啊，那你先用碘酒把伤口附近的皮肤清洁消毒。现在再用冲洗液冲洗下伤口内部。怎么了？放心吧，这种程度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你不用怕，就像玩水枪一样，冲一冲就好了。好啦，伤口缝合完毕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我……是啊，我从小就觉得警察很帅，特工也算是警察嘛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有一次我带你出去玩，结果不小心害你受了伤，还2个人一起走丢了。那时候就是一个警察找到我们，然后送我们回家的。虽然我已经记不得他的样子了，但是他当时说的话我一直印象深刻。我是警察，别怕，不用担心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父母出车祸的那天，也有个警察在的话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世界上总有各种不幸的事情发生，需要人去解决。既然总有人要做，那这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？至于另一半想当特工的理由，也没有多伟大。我只是希望我重视的人，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。我希望他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，都能有人对他们出手相助。所以，我想和这个世界做一个交换。
因此，当年在路上碰到一起事件时，我没想太多就上去帮忙了。后来才发现，那起事件背后牵连很广，涉及一起跨国科技间谍案。我就是因为这起案件碰到了安全部的人，才被吸纳进去了。是遇到了一些危险，普通的打斗就不提了，最危险的应该是我和受害人被锁进车的后备箱里，罪犯想要把我们拉去郊外处理掉。别怕，我当然是很顺利地逃出来了。大多数车的后备箱里都有一个隐蔽的开关，可以从内部将后备箱解锁。一般都在后备箱盖或者侧壁，有的是按钮，有的是拉环，也有的会用装饰板盖住，需要先找钥匙打开。等下次开车出去的时候，我指给你看，顺便再给你重演下我当时的英姿。麻烦大律师了。下楼啊，时间很晚了，你也该休息了。但是，那你打算睡哪里啊？要是让你睡地板，我宁可回2楼睡沙发。这个空间睡我们2个人还是够的。今天我们都累坏了，早点睡吧，晚安。你不会是……可是我……